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很高兴大家能够跟我一起做这个周末的复盘。那么来看一下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禅师这个原文，或者说是它的一个段落。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教你炒股票第16课：中小资金的高效买卖法。因为在上周我们做周末复盘的时候，我给大家展示过一些这个禅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一些股票的例子，然后呢，我从网上找到了一些图例，这是其他师兄或者师姐他们做的，那么已经是我们把它拿过来现用，但是版权是这些师哥或师姐的。我们看一下我今天选的，也就是这个链接是这个萤石陪你禅中说禅，是他做的，对吧？那么版权是他们的，我们只是借用一下。这是第16课，中小资金的高效买卖法。然后禅师介绍了几种，有陷阱式啊、中继式啊、反转式啊，好几种。我们来看一下都是什么。这样的话，有图形的话就简单了。那么陷阱式，上涨、下跌、盘整3种基本走势。因为这是第16课，教你炒股票第16课。禅师是在第17课开始引入中枢概念的，在17课之前是没有中枢的。但是呢，你在没有中枢的时候，它也可以有上涨、下跌、盘整。那么这个简单的上涨、下跌、盘整，它是怎么定义呢？就是上涨的话，就是高点，我们可以用图形画一下。在上涨，在没有中枢的时候，它的定义上涨是高点比前面的一个高点高，低点比前面的一个低点低，这种它叫上涨。那么下跌呢？高点比前面的一个高点低，低点比前面的一个低点低，它管这种叫下跌。那么什么是盘整呢？这两个图形并不能很好的表达盘整。盘整就是又出高点又出低点，就类似一个扩张型的一个中枢。如果说我们要用中枢简单说的话，就是这么的，又出高点又出低点，这样的图形。这个高点比前面的高点高，这个低点比前面的低点低，所以这种图形它叫做盘整。所以在没有引入中枢概念的时候，它是这样来定义上涨、下跌、盘整的。所以这种是这个跟有中枢的时候是一个区别。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这些类型。首先他说的是陷阱式，对吧？在一个上涨过程中，如果说你发现它上涨了，开始去买，那可能刚好是一个陷阱，它开始往下走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了中枢概念，就好分析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基础模型，对吧？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基础模型给牢牢记住，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趋势走势类型。两中枢进入段，这就是这是起涨点的话就是小 A，A0，然后这个进入段就是小 A 段，第一个中枢就大 A，中间这段就是小 B 段，然后这是大 B，然后后面就是 C，对吧？就是小 C 段，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基础模型。然后下跌的话是一样的。那如果说是下跌加上涨这种模型的话，你如果说看到下跌再去买的话，你刚好买到一个陷阱，就是一个空头陷阱，那就直接反转了。所以说，如果说你一旦知道了我们后面禅师后面讲的这个引入中枢概念的时候，那么有了2个中枢之后，你肯定是要思维要转过来。很多人就会惯性思维，觉得哎呦有2中枢下跌了，它可以延续，对吧？虽然说2中枢下跌并不100%对应要反转，但是反转的概率，禅师在他的一篇文章，我记得是在一篇文章中，或者说在文章之后的回复中说过，90%以上，90%以上的概率2中枢之后就结束，不论是什么样的周期，就是你即使是5分钟周期还是日线周期，2中枢以上都是以上的概率会结束。所以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出现2中枢了，你就要逆向思维了。
那么这是陷阱式的这种模型。再看其他的反转式，什么是反转式？我们看一下，就是上涨加盘整加下跌。那么上涨也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这是一个上涨。然后盘整呢，所谓的盘整，它其实就是把最后一个中枢给它震大了，就是类似一个中枢的延伸，对吧？那我们之前讲过，你这里如果说珍珠9段，我们数一下，构成中枢，这是1、2、3，构成中枢3段，4、5、6、7、8、9，对吧？它是其实是10段，那么10段把这个中枢的级别扩张了，所以说这是形成了一个盘整，就是把最后一个中枢的级别给扩张了，扩展了。那么扩展之后，它并没有向上选择，它是反而是一个向下选择，所以说它是一个反转式。那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也是，那怎么来在这个扩展这个时候把它这个中枢扩展之后，我们如何判断它是有大概率往上走，还是要这个出现一个反转式呢？其实就是利用中枢的这个中轨。什么是中枢的中轨？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这是有一个中枢，那么它的中间位置其实就是它的中轨。怎么来辅助判断现在这个震荡是多头强还是空头强呢？就是每一次震荡的中心位置跟这个中轨相比较。当然最好的是你这震荡的这段的中间的位置刚好在中轨这个位置，对吧？这是可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这个，它的中间的位置就在中轨之上，后面这个中轨中间位置也在中轨之上，所以说你发现最后这段的中间位置在中轨之下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那么这时候你就要逆向思维了。这个时候可以从这里断开了，看到没有？左侧2个中枢，一个趋势上，然后从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开始走起跌了。那么在它没有出现这一段的时候，在它没有出现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因为最后这段是明显的这个它的中间位置是在这个中轨之下，对吧？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个位置之前的时候，它还是可以继续走反转的，就是继续向上走。那么在出现这段之后，因为前面这里我们从这里断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价格是这一段震荡的最高点。那么它经过2次反弹都没有突破前面这个小高点，然后又到了这个位置，你就要非常警惕了。那它就有可能走反转是其中的一种可能了。所以说这个的弱反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警惕性就非常高了。这个位置甚至你可以提前去做空它一下，对吧？那么它直接就是一个走反转了，从这个位置断开，那么这个小中枢在这里，你会发现它刚好是回到中枢里面来。如果说你空在了这个位置，直接就走离开了，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你一做空它就开始下跌？那这是最理想的一个做空的位置。那么一旦是开始走小 B 段，那这个跌势是非常急速的这种，那你肯定拿也能拿得很稳。什么时候出呢？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做空，你肯定是等它再次出现中枢之后，甚至是再次出现2次反弹这种情况，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加空，然后等到它出现2中枢之后，对吧？然后再次出现一个小背驰的时候，可以在这个位置 cover， 你相当于把这个整个这段都吃到了。或者说也可以分段，比如说它第一次反弹的时候先 cover 一点，在这个位置先 cover 一点，那这个位置怎么找呢？就是要找它的小 B 段的内部结构，小 B 段的内部是不是有2个小中枢？以这种方式找一个第一个一买的位置去 cover， 然后第一次反弹做空下来了，发现弱再 cover， 上去了，哎，2次反弹这个位置可能空的仓位大一点，然后等它才结束。也就是说，等待这个下跌足够饱满的时候，才把所有的仓位全部做空的仓位全部 cover， 对吧？这就是在上涨和下跌的时候，其实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它每次反弹的时候，如果说它的下跌趋势没有不够饱满的时候，我们是做它的这个每次反弹做空，或者说每次反弹去减仓。如果说你不习惯于做空的话，那么上涨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那是每次回落的时候我去做多是加仓，对吧？所以说方法是一样，只不过是方向相反的。那么同样的，这就是这个下跌加盘整加上涨了，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方向相反的。那我们看最后一张，上涨、下跌、盘整，这就是中继式，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它这个中枢升级了。这是一个第一个大 A 中枢，然后小 B 段，然后出现两个小中枢之后，这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然后这是这个最高点，对吧？这就是一个趋势上，趋势上之后，这就是出现趋势上走势类型结束之后的一种情形，它是可以在这里做震荡的，把这个中枢扩展，中枢级别升级了。我们数一下，1、2、3、4、5、6、7、8、9，刚好9段升级，意味着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大 A 撇，按照禅师这个文章中说的大 A 撇。那么前面这些都变成了进入段，它就变成了小 a， 那么这个位置就变成了 A0，那么后面这阵所有的这些都是小 B 段，那么小 B 段之后的第一个中枢，那么就是模型里面的 B 中的大 A， 那么后面还可以继续生长，在这里再出现一个 B 中的大 B， 然后这个 B 中大 B 之后再把它扩张，就变成了 B 中的大 B， 就是这么一段一段生长的，对吧？所以这就是出现了一个走势类型结束之后，出现一个扩张，然后它想向上选择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是这个最后这段第9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力度非常强，突破了这个中枢。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着急减仓或不着急去这个全部出清，对吧？我们说过，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它的每一段，因为前3段是构成中枢，那么之后它每一段都可能脱离中枢，你不知道是哪一个，你只能是在它回落的时候去买它。如果说发现力度很强的离开的时候，那你就要多拿一拿，因为它有可能要走小 B 段，走单边段了，对吧？如果说发现力度弱的时候，比如说，哎，发现它也突破了这个中枢的上沿，但是它的次级别有2个小中枢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卖啊，就要在中枢的上方。我们一直说中枢的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去减仓，怎么判断力度衰竭？你要去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去看它的结构是不是饱满，你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抓在这个小拐点这里。这就是在中枢震荡的时候如何做短差的一个方法。那么相应的那个相反的就是下跌加盘整加下跌一样的，对吧？就是也是2个小中枢，然后把最后一个中枢扩大，然后升级了，前面变成进入段，然后再走离开，对吧？方法是一样的。好的，这就是第16课还有几张图我们看一下。然后这是在第16课禅师举到的这个例子，持红心者。那么这个是持红心者的日线图，我们看一下。他说，日线上，2004年6月2号到2004年9月10号构成下跌走势。那么这个是2004年6月2号，这是2004年9月10号，这个他说的是下跌，那就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下跌，就是因为在没有引入中枢的时候是高点比前面的高点低，然后低点比前面的低点低，所以说这就是下跌。那么盘整也是一样，对吧？它又出高点，这个高点比前面的这个高点高，然后在这里震，然后出了低点比前面的低点低，所以说这段就是一个盘整走势类型。那么后面的下跌也是，高点比前面的高点高，跟前面的一样了，对吧？所以说这就是用这个持护心者在没有引入中枢之前，禅师是如何判断下跌盘整下跌的。那么在这里，它也是这个标注的第一类买点和第2类买点应该是这位师兄或者师姐他标注的，在禅师原文中并没有说，对吧？但是呢，按照我们这个现在对中枢的理解的话，它也是可以是一个这里有2个中枢了，对吧？那么这样的话，这里也是可以当第一类买点来看。那么这个第2类买点呢，就是它的次级别回落没有跌破前面的这个第一类买点，那就是第2类买点。所以说这就是在没有中枢的情况下，你如何判断，也是可以用这种方法的。
再看禅师举的另一个例子，北辰实业，但是呢，这个北辰实业是在30分钟图上，之前那个是在日线上。那么在北辰实业30分钟上，11月7号10点30分到11月22号10点构成上涨，对吧？这就是说他说的上涨。那么我们用这个，我们现在分析就是它这个每次上升的时候，哎，按照我们画笔的话，它就是没有这个构成，这个这是就是有类中枢，但是没有构成这种标准中枢，所以说这就是在没有构成中枢之前，那它只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模型，或者说你直接第一笔到这里也可以，它每一个回落都没有碰到前面的这个高点。那么盘整按照我们有中枢就简单了，对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构成一个中枢，就是一个上涨构成一个中枢，然后继续上涨。那么后面这个上涨也是一样，也是走得很强。然后呢，在这个下面又有一个3次红柱子放大，一次比一次矮，显示严重背驰，它指的是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这个。然后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柱子的高度是指的是这段上涨，然后第二次上涨是在这里，对吧？但是明显这个柱子的高度没有前面这个柱子高，然后最后这段就更那什么了，柱子就非常这个缩水缩的非常厉害，对吧？那么意味着这里背驰的非常明显，这是利用这个 MACD 的这个柱子的面积和这个柱子的高度来比较。就是我们一定要 MACD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MACD 其实跟均线是一样的，你用哪个都可以，但是 MACD 相对来说更容易一点，用它来判断背驰是比较方便的。那么那就看你用在什么周期上，这个是在30分钟上。好的，那么这些图例就是教你炒股票第16课禅师说到的这些具体例子，然后我们借用了这个师兄或师姐他做的这些图形，给大家这个来做一番讲解。好的，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大复盘里面，先看一下下周要出哪些经济数据。最重要的就是 CPI 数据要出来了，对吧？这个是5月13号周二 CPI 数据，然后周三有一个原油数据，周四呢有一个零售数据，然后还有这个 PPI 数据，还有这个美联储主席有一个讲话，对吧？这个周二、周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数据比较多，所以说，而且现在这个美股的话，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位置，是相当于选方向，要么是继续上涨，要么就是掉头，所以说这个数据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具体分析的，先分析一下标普，这是它的月线图形。那么本月现在这个 K 线实体非常小，你会发现，然后这个也有上影线，也有下影线，实体非常小。那么本月的话还有3周，那么看一下最终收的这个图形，能不能够让这个K 线的实体啊能够大一点上涨的幅度再往上冲一冲，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下一周、下一个月，再往下走也可以，起码在次级别肯定是有一个二脉了。如果说冲上去不能够再次突破6147的话，那么在次级别就会有一个二脉，然后继续往下走。这就是在月线上给到一个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主要就是上一个月这个下影线是非常长，收的非常长的一个下影线，然后支撑着现在是继续往上走。具体能不能够再次突破6147，没人知道，我们只能一点点跟，看一下这个周线上，这就是在周线我们一直说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5773，那么现在最高点本周收在了5720，没有到5773。那么这里还有一个之前我们借用前面的走势是有一个中枢的，对吧？最好是能够冲回到中枢里面去，甚至是冲到中轨这里。那中轨大概在5900吧。那么到这个位置就回到这个中枢里面了，其实，但是呢只能到中轨这里，那么也不能突破6147，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周线的大二脉，周线的大二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一定要多减一减，或者说它连这个
它可能刚刚不能碰到这个中枢，也就是说刚刚能碰到5773，也可以直接掉头。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给一个二买，然后再上也可以，对吧？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去，也是，如果说有回踩的话，也是二买，看它能不能够继续上。最次的就是回不去，对吧？它现在反弹也够比了，但是不能够连5773都碰不到，那就直接掉头的话，那可能可以跌破，这个4835。它不跌破4835的话，也是二买，但是呢，这个二买就偏弱，它可以再震一次，然后直接掉头也可以。这样的话就走一个反向中枢。如果说跌破了这个4835，那就要看了，因为它从这个6147下来的话，就是第三段1、2、3。如果说这个3又很强的话，那这个后面就深了去了，对吧？因为这是第三浪啊，从这个6147下来的话，所以这个下周就比较关键，它能不能够再往上走一走？但是它已经是已经反弹了有5周了，对吧？我们要看一下最后这5根 K 线的内部，就是这5周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现在日线上只有一笔，日线上我们从4835这里的话，现在严格定义的话只有一笔。如果说你要用递归的模式的话，可以是先到这里，然后反弹，回落，这里有一个二买，再上也可以。这样的话，你就结合了它的次级别，其实，那么两种方法都可以，对吧？都可以，因为它这个没有结束之前，你可以多种方法来分析它，这就是多义性。那么现在这个日线上只有一笔的情况下，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1小时，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MACD，现在基本上冲到0轴以上来了，也可以，它可以趴在这里，趴在这里等方向，然后如果说能够冲上去的话，那就有希望再往上涨一涨，看看能不能够去冲刺一下前期的这个6147这个高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4835到5720，这个我们在平时做直播的时候已经说过几次。看一下它的结构。好的，这就是它的1小时。4835，先是一段、两段、三段，这是构成这个中枢，这是第一个大 A 中枢。然后继续往上生长，然后2次回荡构成大 B， 但是中枢高点有接触，升级了，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大中枢，对吧？升级之后继续尝试离开，然后又2次回荡，又构成中枢，因为这个中枢是升级之后的大中枢，也就是 A 撇。那么这个2次回落，它的级别低，这就变成了一个三买。这个2次回落之后，对下面的中枢是一个小三买，然后它又开始尝试离开，但是离开之后力度不够强，又被拉回来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现在能否脱离最后这个小中枢，看它是往上脱离，还是说往下脱离。不论怎么样的话，我们都要等待一个三买或者说是三卖，这样的话才能判断是不是要围绕这个中枢继续震荡。因为三买和三卖是用来判断是否继续进行中枢震荡的唯一标准，对吧？在没有出现三买或三卖之前，它就是维持中枢震荡。那么中枢震荡的策略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中枢上方的时候你要减一减，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一减，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一加。如何判断力度衰竭？次级别呀，结合它的次级别，说过很多次。那么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有位朋友问，是不是应该在中枢上方买呀？对吧？他问的是中枢上方买，觉得强。但是我们做中枢震荡的时候，反而恰恰相反，是不做突破的。就是突破的时候，你不能够单看一个突破。比如说它这里有中枢了，你发现这个位置突破了，你不是在突破的位置买，而是在下面的时候回落的时候买。突破的时候，我一看，如果说它的力度不够强的时候，次级别已经挺饱满了，我这个位置反而去卖，而不是去追，不是去追突破。什么时候在中枢上方能买呢？就是出现三买的时候买，这个位置我是可以买的，这是在中枢上方。所以说，在中枢上方只有这种情况才可以买，其他的情况我都是减仓的。你即使说不能够卖在这个，比如说5720的话，那你可能卖在下面一点，也比你少拿着强，对吧？因为它在中枢震荡的时候，它就是这么一样围绕中枢来震。
至于它落在中枢的哪个位置，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有中枢振荡器呀，我们有中枢的中轨来判断现在的震荡是偏强的震荡还是偏弱的。刚才我已经跟大家，我们在这个分享第16课的时候已经说了，它在每一段的时候都有一个中间的位置，你可以利用中枢的中轨来分析呀。这一笔震荡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是在这里。你通过这种方法，你就知道现在震荡是偏强还是偏弱呀。只要在中枢的中轨之上，就是多头偏强嘛，对吧？你看它这里不是更强吗？对不对？所以说，利用这种方法，你就能够知道，用这种方法来衡量现在是谁强。因为我们做交易肯定是要选边的，你要么是跟着多方强你就做多，空方强，如果说你能做空的话就去做空，没有能力做空你就减仓，对吧？肯定是我们要一定是跟随着强的那一方，而不是说我一直做多或者一直做空，不要有死多和死空，死多死空都容易这个，其实是一种执念，这个是不太好的。那么我们要做灵活一点，谁强我做谁，这就是现在这个标普的现在一个情况。那我们简单分析一下，然后看一下其他。先看一下这个震荡指数 VIX。VIX 的话，我们在周五其实已经讲过它，现在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已经被压回到这个下面有一个中枢里面来了，对吧？最低点现在在21.83，那么中枢的上面在22.04。那再往下走的话，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MACD 已经下到0轴以下了，对吧？下到0轴以下，这是对做多的朋友来讲是一个好的，因为0轴分为多空主导，在 MACD 0轴以上是多头强，0轴以下是空头强。这个就那个偏空，对吧？所以说现在在0轴以下，说明这个它还要继续往下延伸。那么如果说能够踩到200天和120天的话，踩到这个之后，看它得到支撑能不能弹一下。在没有到这个位置之前的话，我们还可以不用特别的这个关注它，看它是不是要往下延续。毕竟它这个 MACD 快慢线的这张口张的还挺大的，它要收缩之后才有可能掉头，现在还没有完全收缩呢。就没有形成所谓的什么金叉啊、死叉，好多人学传统理论喜欢用这种交叉线，他说是死叉，下面交叉叫金叉。其金叉死叉不是重点，而是形成交叉之后的这个张口，这才是重点。形成交叉之后，你看前面这个里，前面这里也形成过一次交叉呀，对吧？这形成2次交叉。第一次交叉之后一直在这里，基本上趴在这里。第2次交叉也趴了很长时间，它没有张口，没有张口的话意味着没有动能，所以我们关注的是形成交叉之后的张口，这个快慢线的张口要张得大，张得大意味着这个动能强，对吧？在没有张口之前，你可以埋伏一点，但是呢，你这个埋伏就不知道多长时间了，你可能是可能在日线上的话，它可能就是埋伏了1周2周。对吧？如果说你要用精确的话，就是等它，比如说可能次级别给一个2买的时候，这个位置可以先进一点，1买的时候先不动，因为有2买的话，它更容易这个，因为有一个前面1买给你做这个辅助判断，有一个这个1买给前面在前面，后面这里也是一样，对吧？它在这个0轴这里一直趴在这里，你看它这个没有张口，快慢线都基本上都在一块儿。然后到了这个位置，就是它的次级别里面肯定有小中枢的，买个2买，然后这个又到了0轴附近开始交叉了，可能开始加仓，它又上去了。所以说啊，如果说你发现 MACD 这个快慢线在0轴附近开始趴的时候，就是在酝酿，就是憋大招呢，这一般都是在0轴起来的时候，看这所有的这些那个起势的时候，全是在0轴附近，要么在0轴上一点，要么在0轴下一点，这都没有太大关系。你看这种它都就没起来，对吧？这就没有很强。像这种张口张的很大的，这是需要我们引起注意就那个注意的。在其他股票上也是一样，分析方法都是一样。MACD 你用不论你是用在 VIX 上还是用在股票上都是一样。那我们今天再说一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 QQQ。其实啊，这个 QQQ 你这个因为 QQQ 主要是大的科技公司比较多一点。
它的图形跟这个标普很类似。那我们简单看一下。那么月线上，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标普，再看它就比较清晰了，对吧？也是一样，它这个上一个月有一个大的下影线，然后现在本月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 K 线实体，对吧？那么周线也是反弹，也够一笔，但是呢，它也跟这个标普也一样，也没碰到前面的这个这个下面上面这次回落。这个图形如果说结合我们刚才分析那个第16课，我们就知道了，从这个起涨点，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很有可能走成一个陷阱式，也就是所谓的陷阱，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买了，它这个上涨两中枢要结束了，你买在这里，那可能走反向了，对吧？如果说你结合我们刚才第16课的话，所以说也是一样，这个499能不能够碰到？碰不到的话，那就可能是一个123，在这里震一下可以直接走反向，甚至是直接这一笔直接跌破402也可以，那就走一个123了，那可能12345。如果说3比1强的话，对吧？那么这是相对这个比较差的。如果说反弹强的话，就是先碰到499.7，那么就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然后这个中枢也有中轨，对吧？如果说回来之后不能够突破中轨，那可能再踩一脚，然后再弹一次，看能不能够再次突破540。这是这个回到中轨附近。如果说只能够碰到499.7，回去了，但是只能够勉强的突破499.7，连中轨还有很远的位置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再次来一个深的这个给你一个二买，然后弹一下，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这里还是有中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三脉，然后走离开，对吧？然后也可以是什么呢？也可以是这样，这里有这个中枢，然后这个反弹回到这个499之上了，然后可以这样震，这样相当于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这就变成了一个上面这里是大 A，然后一个大 B，但是呢，这个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扩张了，然后也可以这样走离开。所以说呀，走势的这个变化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利用禅师教给我们的这个不测而测、完全分类的方法，我们能够清晰的知道它后期的几种变化。因为不是涨就是跌，要么就是盘，就这么几种。所以说这就是完全分类好用的原因，就是它的变化少，你可以用到这个完全分类。那么看一下从402到这个492它的内部，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你看它这个 MACD 也没有很强的，也没有这个所谓形成交叉，对吧？也没有那个形成一个金叉，那也可以一直在这横，然后突然起来，对吧？如果说你在这里埋伏的话，那你就不知道它要横多久了。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也是一样，一笔，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个标普，也是你可以第一笔画到这里也可以，然后第二笔在这里，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二买，然后这是第三段。我们看一下裸 K，它刚好是顶到了现在在200均这里，200均、120均、120天、200天都在这个位置，刚好是横在这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位，对吧？刚才那个标普也是有这个情况，但是标普离这个均线还有点远。那么现在顶到这个位置之后，我们刚才说了，下周有这个 CPI 数据、PPI，还有美联储主席要讲话，那么这些的这个刺激，看看能不能够选方向。所以这个位置现在要等着选方向。那么看一下从402到492这些 K 线的内部，也就是这5周它的内部有的一个结构，跟那个标普很像，就大部分图形，大部分跟尤其盘子比较大的这些公司的股票都差不多这样的。这里 A 中枢、B 中枢，然后因为这两个中枢前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扩张了，那么扩张之后又出现这个开始在这震，又是一个300，对吧？跟刚才我们分析的标普是一样的。这里我要说一下所谓的扩张和扩展。扩张是有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然后我们管这种叫扩张。那么扩展是什么呢？扩展是这样，它有这是进入段，然后这个3笔构成中枢，构成中枢之后，这个中枢就固定了，那么它就开始在这里围绕这个中枢震，震出9段，我们管这种叫扩展升级。其实，在禅师的文章中，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哪种是扩展和扩张。之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旦把它规范化之后，我们再次讲它的时候，我一说扩展，
或者扩张，大家就脑海里就能够浮现出来是哪两种图形了。这样的话，我们在分析或讲解的时候就很容易了，对吧？就规范化之后，但是在原文中并没有明确的指出是哪种。但是我也是看过，跟其他老师学过之后，对吧？这是很多人达成的一个共识。我们说扩张的时候，就是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之后升级；扩展就是横向的这种，我们叫它扩展。所以在这里我要提一句，那么也是一样，围绕最后一个中枢阵，你想要脱离这个中枢，你起码要到这个中枢下面来，对吧？然后一个，比如说踩到这个120均线、120小时均线，然后一个反弹不回来，给一个三脉才能走反向，对吧？还是没有出现三脉和三脉之前，还是要围绕最后一个中枢在这里震。所以说现在的你要操作 QQQ 的话，就看在1小时上你能不能够操作这个中枢震荡，直到它出现三买还是三卖，它才能脱离这个中枢。出现之后，出现三买之后，比如说出现一个三买，它可以三买转一卖，就是这个直接全部结束，然后走反向也是可以的呀。所以说，因为它已经前面的这个结构已经相对很饱满了，为什么我们买三买的时候尽量买第一个三买呢？就这种，这是第一个回落的三买，你等到第二、第三个三买的时候，那都已经是尾段中的尾段了，对吧？就是买三买是买尽量买第一个在低位时候的三买，而不是说去买第二个甚至买第三个三买，这是有区别的。这是这个 QQQ，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英伟达，因为在上周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很少分析到它，我们也看一下它的结构。英伟达，因为它现在大科技公司就差英伟达了，其他的都出完了。英伟达每次财报都非常晚，在5月末，对吧？5月28号，就是5月末的时候才出这个财报。看一下它的结构，也是，现在看的这个是月线上，起涨点这个10.08，10.81，那么上去之后，然后一个非常深的回落，但是这个看上去很深，但是从起涨点分析的话，其实也是很浅的，只不过就在0.32和0.5之间形成了一个最低点86.62，然后这个下影线也是非常长，然后还形成了月线的底分型了，看到没有？形成了月线底分型。但是这里我要说一下，就是它的最高点其实在153.03。153.03这个月的最高点，这是从10.81上来。如果说你以152.89这个作为高点的话，这个回落是够一笔的，就是超过，就是满足定义的。如果说你以153.03划分的话，它是不够一笔的，它只有4根或者说4个月，对吧？可以暂且看成一笔，毕竟现在这种结构。我因为这个周期是很大的，是一个月线周期，所以说我就从152.89作为这个最高点，因为你在大周期的时候，在画这个画笔的时候，我是结合了它的次级别，因为你不需要从高点到高点，就是你这个严格画的话，就是从笔画成线段，禅师说是不需要从，这是两种，对吧？两种画线段，这是第一种线段的方法，是从低点到高点。那么第二种线段呢，它是从低点到次高点，看到没有？这也是线段。所以说两种方法都对。这因为定义里面对线段的定义就是3笔就可以构成一个线段，没有定义说必须要从低点画到这个最高点。所以说你画到次高点也是线段。尤其是在你的级别比较大的时候，像这种月线呢、周线、日线，你都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里选的是次高点，是从152.89，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回落是够一笔的。那这样的话，利于我分析，对吧？那就相当于从前面这里，这是一个大3浪，然后这是一个4浪回撤，现在是走5浪，只要86.62不被跌破，这里就有月线上要生长出一笔来。至于这一笔是不是能够再次突破前面那个高点，那我们不知道，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你只能一点点跟。那么它这里是可以是直接突破，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再次突破，选择也可以，对吧？那就是后面的了。那这就是现在已经形成月的底分型了。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周线上，现在反弹这也是，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反弹够一笔了，
周线上已经够一笔，MACD 也是没有形成交叉，还没有出现任何要掉头。日线从80.62到这个最高点，也是一笔，或者说是3笔也可以，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图形上都差不多。那它的区别就是它在这里只做出了一个大中枢，这是一个 A 中枢，然后这里开始做 B 中枢，其他的呢很多都是已经出来一个扩张之后的中枢，已经开始做第3个小中枢了，也就是说2次回落形成300那种，它还没有出现那种。说它的这个纠结性比较高，毕竟它还没有出财报嘛。那么没有出财报之前，可能很多的这个机构也好，它还没有出手，在等待这个财报的最终结果。说针对它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图形非常的复杂，就是图形越复杂，说明这个多空的争夺越激烈。那么针对英伟达也是，毕竟现在对英伟达的这个估值，很多机构的分歧也比较大，对吧？现在到底它值多少钱，或者说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泡沫阶段，还没有一个定论，那么也就造成了现在股价上你会发现，没有凌厉的上涨，就没有单边上涨那种状态，一会儿上去，然后很快又下来，而且还受到很多新闻的一个刺激，对吧？这个在图形上你就会发现越乱越复杂，你就发现哎呀这个太纠结了，那么就说明现在对这个公司面公司的基本面，大家的判断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分歧。那么我们交易的时候就是找中枢嘛，找最后一个中枢，每一个周期都一样，你去找它的最后一个中枢，最后一个中枢，看它是在中枢的什么位置，然后你再做具体的这个分析。如果说它在中枢震荡的这儿，那你就看它上面有衰竭，去减仓或者做空，回来了买回来，回来之后不是说马上买回来，而是说看它的次级别有这个内部有结构了，然后买回来，它会继续在这里震。如果你发现，哎，这个下跌的非常快，力度非常强，次级别，那这个时候就不能买回来，那可能是直接一个三卖走反向，对吧？不是任何的震荡都要买或者卖，而是要结合它的这个小周期才可以。这就是这个英伟达，因为它离这个可能在财报之前，如果说真能在财报之前，比如说冲到这个200天和120天这里125附近，看等等这个财报，然后再选择方向也可以，对吧？整体来讲是已经整体这个图形上已经偏好，因为你看它这个 MACD 快冲到0轴以上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可以冲上去之后，在这里横着等这个财报。这是这个英伟达，然后我们最后再看一个这个10年的这个美债，因为呀，川普他们这届政府，他们不太关注这个股票那面，他们更关注的是这个10年美债的这个价格，或者说10年美债的这个走势，这是他们在，不管是这个Bennett 就是那个财长，还是说川普他们自己都说过，对吧？他们更关注的是美债，所以说我们今天简单看一下美债这个图形，也有其他的2年国债、10年国债，然后这个30年的。我一般大家说美债的时候，基本都指的是10年这个。我们看一下10年这个图形，大周期上的话其实比较简单的。那么在月线上的话，它从这个最低点是5浪上来，1、2、3、4、5，最高点到了这个，我们看一下是多少，5.02亿，对吧？那么这个是它的最高点，然后出现这个最高点之后，开始在这里下来之后开始做中枢了，在月线上开始有中枢，有这么一个中枢，其实就是在最后这个中枢还没有脱离它，还没有选择是往下走还是往上去，这是现在在大周期上，我们看一下次级别，次级别也是，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月线上，因为这个下落这一笔还没有出现，对吧？因为它只有4个月，虽然说是有出现第5个月，但是第5个月并没有选择方向，它一定要再次跌破，要么跌破3.86，要么是再次往上走去突破这个4.78，这样的话才有方向。所以说，一定是2个方向都要看，一是要看这个3.599的上涨是不是要延续，二是要看是不是要这个出现下跌这一段。那么我们来到周线上，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我再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主要就是以这个4.809这个下跌来分析。
那么它这里是一个3段下去开始震成中枢，你看这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这是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对吧？然后离开之后又回来了，其实就是把最后一个中枢给它扩大了，扩展了。现在是1、2、3、4、5、6、7，第7段，第7段刚好是现在我们看一下裸 K，冲到了这个120天，看到没有？刚好顶到了120天。为什么要以这个120天、200天？我在我这个分析上只有这2根均线呢？就是这2个长期均线，它的这个因为都是长期、中长期人持有价格的一个位置，因为均线就是他们持有价格的一个平均值嘛，对吧？中长期的人才能够决定一个，不论是国债也好，还是这个股票，他们是决定这个图形的走向的，对吧？中长期的人都不看好，那你这个股票是不可能好的。所以说，为什么要看这个中长期这2根均线？现在又顶到了这个120天这里了。那么看一下下周，是不是要往上选一选？你看它这个 MACD 也是在这酝酿，是不是往上走要突破这个高点，还说往下走跌破这个高点？这就是要选方向了。那么如果说要突破这个高点的话，那么周线上就会出现新的一笔了，周线上出现新的一笔，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大中枢还是在所谓的一个大中枢里震，在周线上也是4.809的下跌，还是说是3.86的一个上涨？它因为在周线上这2个高点没有出现一个选择，也就是说这个高点4.59和3.86一定要选方向。它的次级别现在这里是一个收缩三角形，没有方向，在周线上是没有方向的。那么一定是在日线上选择方向之后，要么突破4.59，要么跌破3.86之后，才会形成新的一笔，或者说是前面一笔的延续，对吧？但是呢，怎么选你不知道的。很多人说啊，我这个位置，形成底分型了，是一定要向上走出来一笔吗？不是一定的，怎么选都可以，只是说你是以3.86这里作为一个防守位，3.86不被跌破，它就一定要生长出来一笔。如果说被跌破了，说明前面下跌没结束。所以说，不要这个想当然的觉得我这里一定是先生长出来之后再下跌。市场的规律，它这个涨跌是没有规律的，它可以是任意选，可以是这个先上去，但是呢次级别可能给一个二卖之后下来，把这个位置再跌破，也就是前面下跌的一个延续。所以说呀，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一定是2个方向都要考虑。至于你分配仓位，那是两码事了。出现这个周线上我出现底分型了，我这里是要配仓位的，对吧？那么你止损也好，或者说你的这个如果说有盈利的话，你可以把盈利把止损提上来。如果说你这个位置进场了，它如果说上去了，那你可以2种方式：一呢就把止损放在这个下面的附近，打掉之后，就说明是前面下跌延续，我就出来先出局。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说你已经进场了，配了仓位了，然后它上去了，但是呢也没有成一笔，但是你发现它开始回落，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下面这里的止损提上来，也就是跟踪止损。你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说，我一个盈利的一个单子最后变成一个亏损单子出来，那么这个情况对心理打击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虽然说是以周线作为例子来讲，但是在其他的周期上是一样的，无论是你在做5分钟的交易，还是15分钟，还是日线，都是一样，就是统一的方法。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